就在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抗清之际，收复台湾的计划已经悄然形成。这是因为一个人从台湾来到了厦门，这个人叫何斌。他告诉郑成功，台湾已经被荷兰人掌控，希望大军能够收复台湾，赶跑荷兰人。这时候郑成功刚刚在南京吃了败仗，正是感觉前途暗淡。在听到这个消息，是心中大怒。祖宗基业，岂容外夷猖狂？但同时何斌的到来也让他眼前一亮。是自从在小金门起兵抗清以来，转战浙闽粤等省，多次帮助明朝宗室和百姓渡海定居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他还让华商领取政府令牌和国姓爷的旗号，以保证海路的安全。但是10多年以来郑军一直没有一块较大的根据地，几万大军要么挤在一个小岛上，要么飘在海上，难以施展拳脚。再加上北伐南京失败，是元气大伤，士气低落，粮草也成了问题。郑成功觉得，这何斌这个建议仿佛就是上天的安排，有意给他指出一条明路如果有台湾作为基地，这些问题那就都好解决了。据说何斌在逃离台湾之前曾经暗中派人测量了进入大圆湾的鹿耳门水道。到达厦门之后他不仅给郑成功献上了这份秘密地图，还自告奋勇地充当了向导，这让郑成功收台又多了几分把握。何斌于1660年到达厦门，在他的劝说之下，郑成功下定决心攻台，于是传令各营大修船只。谁料此时这个清军又来攻取厦门，这次郑成功将清军引至海上，是大败清军。料定清军是短时间内不会再兴兵，郑成功便将攻台计划提上了日程。1661年正月，郑成功开始战前准备，召众将议事。当时也有人反对，主要是担心这个水土不服，怕染上热带病。但这些理由已经不能阻止郑成功收台的决心了。从地图上咱们可以看出来，这荷兰人的聚集地在厦门的东南方。如果要攻台的话最好的选择是从西北季风出发，是顺风顺水。如果赶上东南风起，逆风逆水，那攻台就变得困难了。时间这就到了2月份，正是季风变换的季节。郑成功立即率领众将士在金门祭天礼地祭江，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一切准备就绪。舰船集结于六罗湾，只等哪一天西北风起，就乘风出发。3月23日，西北风起，郑成功率将士25000人，战船300艘，从六罗湾出发，向东南驶去。1天之后部队陆续到达了澎湖列岛。郑成功在岛上巡视了一番，觉得这个澎湖的战略位置很重要于是留了4位将领把守，亲率大军继续东征。从澎湖到大园虽然只有90多公里，但此时已经是3月底了。如果要是刮起东南风，前进就会变得十分困难。27日，舰队驶敌柑橘屿时这个海面突然就刮起了暴风，舰队只好是返回了澎湖。一连几天是大风不止郑军携带的粮食是所剩无几。如果就此等待下去动摇军心那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不能按预期抵达鹿耳门。咱们再说荷兰方面，自从这个何斌逃往厦门大园地区，便盛传说这个国姓爷要来打台湾这个风声了。随后荷兰人又发现当地华商陆续将财产转移到大陆，而前来大园贸易的华商船只是急剧减少。于是经各方打听，荷兰人断定说这郑成功将在来年的3月底出兵。时任大园长官奎仪紧急备战。一方面加强各处侦察与武装，一方面禁止华人在赤坎城买卖粮食，并把所有华人头家和士绅软禁在台湾城中，以免通敌。不仅如此，荷兰人还把田间的稻谷，不管熟的没熟的，一律焚毁同时还向巴达维亚总督报告，请求派遣援军前来，争取里外夹击，彻底消灭郑成功部队。大战是一触即发。那么问题来了，当时的荷兰人和郑成功的部队谁更厉害呢？